这是众多影视大佬最不想解说的一部电影，它仅在首映日当天就荣登了北美票房榜首，也是我花费精力最多的一部作品。坤坤反复观看2年半，才明白这部电影的深层含义。想要看懂它，首先要分清现实世界、表世界和里世界的区别，其次就是3个共同人物的区分：小女孩的本体、黑暗面以及善良面。导演看似是在讲女孩的复仇，实则是在揭露欧洲中世纪宗教的黑暗，而剧中怪物独特的出场方式，更是成为无数影迷的童年噩梦。它就是根据寂静岭同名游戏改编的电影。开场就是一段高能剧情，这已经是小沙第365次梦游。只见他摇摇晃晃地站在悬崖上，嘴里一直重复着寂静岭。在他的眼里，瀑布下方是一座燃烧的钢铁世界，一个和他长得很像的女孩正在召唤他。就在小沙即将跳崖时，好在母亲及时赶来，小沙痛苦挣扎，却依旧呼喊着寂静岭3个字。为了查明真相，罗斯隐瞒丈夫，决定带着小沙前往寂静岭一探究竟。晚上，罗斯在加油时无意间看到了女儿画的恐怖漫画，但小沙并不记得是自己画的。两人的争吵声引起了一位女警的注意，她索性记下了罗斯的车牌号。在前往寂静岭的路上，后方传来警笛声，是女警跟了上来。半夜带着孩子专挑偏僻的小路，不禁让女警产生了怀疑。就在罗斯停车检查时，看到了路边的指示牌，上面指出了寂静岭的方向。罗斯一脚油门成功甩掉了女警，开向了通往寂静岭的岔路。就在他加速行驶的过程中，车上的音响发出刺耳的噪音，吓得女儿不停地尖叫。罗斯试图关闭音响，前方突然出现一个小女孩的身影。为了躲避女孩，罗斯猛打方向，车子失控撞上了路边的护栏。另一边，丈夫一直联系不到罗斯，他无意间看到了电脑上的搜索记录。寂静岭被称为著名的美国鬼城，曾经的一场火灾导致小镇居民全部被烧死，至今地下火仍在燃烧。丈夫顿时有了不祥的预感。当罗斯从昏迷中醒来，发现天空飘起了雪花，坐在副驾驶的女儿早已不知所踪。罗斯赶忙下车寻找女儿，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来到了寂静岭的表世界。当雪花落在罗斯脸上，他这才发现雪花竟然是物体燃烧后的灰烬，而马路旁的指示牌显示的正是寂静岭的位置。整座小镇已经完全被迷雾笼罩，看上去仿佛一座死城。就在这时，罗斯隐约看到了酷似女儿的身影，急忙追了上去。他一路跟随女孩来到了一处狭窄的楼梯，随着防空警报声响起，罗斯正式进入寂静岭的里世界。天空顿时陷入一片黑暗，罗斯靠着打火机的亮光继续寻找女儿，他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阴暗潮湿的环境夹杂着钢铁撞击的声音，让罗斯的内心感到不安。他猛然发现铁丝网上捆绑着一具尸体，仔细一看，对方竟然还活着。诡异的一幕让罗斯有些不知所措，他浑然不知身后的危险正在靠近。罗斯被吓得惊声尖叫，顿时被光头怪物团团围住。他拼命寻找出口，想要逃离，却被怪物扯掉了衣服。不远处成百上千的怪物犹如丧尸一般袭来，罗斯急忙撞开铁门，躲进了一处房间。可无论他怎么逃，始终无法摆脱怪物的追击。就在罗斯绝望之际，眼前的怪物竟莫名燃烧，逐渐化成了灰烬。罗斯也被吓晕了过去。当他醒来时，周围又变成了大雾弥漫的表世界。他想要快速离开这个鬼地方，却惊奇地发现通往寂静岭的路已经断裂，变成了深不见底的悬崖。眼前的场景让他彻底陷入了绝望。此时，身后出现一个疯女人，她和罗斯一样在寻找女儿，似乎对这里的一切很熟悉。罗斯急忙拿出女儿照片询问。疯女人看到小沙的照片，瞬间情绪失控，非说小沙是自己的孩子。罗斯一把推倒女人，迅速逃离，并顺利找到了自己的汽车。她试图给丈夫打电话，却始终无法接通，只能留言告诉丈夫自己被困在了寂静岭。随后，罗斯看到了女儿话中提到的学校，他猜测这一定是在为他指引线索。罗斯正要开车前往学校，车子却无法启动。这时，女警举着枪出现，原来她也跟随罗斯来到了寂静岭。当女警发现小女孩失踪，以为是罗斯对女孩下了毒手，她立刻将罗斯铐了起来，准备带她回警局调查。看着路边倒在地上的摩托车，原来女警也发生了车祸。当两人继续往前走，却发现来时的路已经变成了悬崖峭壁，她只能带着罗斯选择其他道路。女警突然看到铁丝网那边出现一个身影，当对方走近后才发现竟然是一个皮包骨的怪物。女警举起手枪防身，怪物从胸口喷出腐蚀性的液体，女警赶忙摘掉了头盔。趁着怪物分散了女警的注意，罗斯撇下对方，偷偷去找女儿。另一边，丈夫听到罗斯的电话留言，急忙赶往寂静岭，却发现入口已经被警方封锁。罗斯的车被撞毁在桥头，并没有看到罗斯和女儿的身影。丈夫希望警长能带他进入寂静岭寻找妻子。可当他们来到小镇，这里并不是大雾弥漫的场景，和罗斯所在的寂静岭完全不一样。从两人的谈话得知，警长从小就生活在这里，
他也是当年火灾中唯一的幸存者。而罗斯这边，他根据路牌提示，成功找到了漫画中的学校。酷似女儿的身影再次出现，罗斯急忙追了上去。他一路跟随女孩来到了学校的卫生间，女孩再次消失不见，只听到厕所隔间传来哭泣的声音。罗斯依次打开隔间门寻找，直到他推开最后一个隔间，顿时被恶心的干呕起来。只见一具扭曲的尸体被铁丝捆绑，罗斯惊奇地发现墙上的黑色箭头指向了尸体的嘴巴。罗斯强忍内心的不适，从嘴巴里拿出了一个蓝色木块。他刚离开卫生间，就撞见了几个头戴面罩的神秘人，他们开始疯狂撞击房门。罗斯只能无助地祈祷。突然，笼子里的小鸟出现异动，神秘人赶忙提着笼子离开。随着防空警报声再次响起，周围顿时陷入一片黑暗。卫生间的墙皮开始迅速脱落，变成了钢铁般的世界。罗斯也看到了永生难忘的画面，厕所里被捆绑的那具尸体竟然活了过来。他两条腿被反绑在脑袋上，正以诡异的姿势爬行，手掌释放的藤蔓延伸至整个空间，地面的毒泡涌出了无数只圣甲虫。罗斯被吓得赶忙逃离，楼梯上也挂满了尸体的残骸。刚逃到1楼，圣甲虫已经将这里包围，头戴面罩的神秘人惨遭圣甲虫袭击。罗斯急忙躲进了另一个房间，只见女孩坐在课桌上，疯狂涂抹着漫画。他看了一眼罗斯，罗斯瞬间掉进了铁丝网。他挣扎地爬起身，一只三角铁头怪震撼登场，他手提3米长的大砍刀。罗斯见状拔腿就跑。另一边，丈夫和警长也来到了学校。由于身处不同的时空，罗斯和丈夫擦肩而过，却没有发现对方。罗斯绝望地趴在地上失声痛哭，而大量的圣甲虫已经追踪找到了他。危急时刻，女警及时出现，将罗斯拖进了一处房间，在关门时不慎放进了一只圣甲虫。女警将他一脚踩爆，罗斯赶紧拿来铁棍，合力封住了房门。两人还没来得及喘息，外面便传来铁器摩擦的声音。大砍刀突然破门而入，三角怪发起猛烈进攻，将铁门划开了一个大洞。圣甲虫顺着洞口蜂拥而至，怪物伸出手试图打开铁门，女警急忙开枪射击，可怪物根本不惧怕子弹。两人犹如待宰的羔羊，可没想到怪物竟然停手，圣甲虫也随之掉落，纷纷化为了灰烬。周围的环境开始逐渐复原，再次变成了大雾弥漫的世界。罗斯拿出蓝色木块，将线索指向一家旅馆。他们一路来到了旅馆，发现2个女人正在争吵，一个是悬崖边的疯女人，另一个是当地的居民安娜。安娜告诉他们，教堂里还躲避着其他人，每当黑暗退去，他们就会出来寻找物资。女警在111号储物柜发现了女孩的漫画，罗斯猜测储物柜的编号应该代表着房间号。他们果然在111号房看到了女孩的身影。罗斯惊奇地发现，女孩和女儿小莎长得一模一样，她应该就是疯女人的孩子。罗斯想要询问女儿的下落，女孩却张开双臂燃起了火焰， I'm burning. 随后便消失在了房间内。紧接着，无数小鸟飞向天空，安娜吓得匆匆逃离。看来黑暗的世界即将再次来袭。伴随着防空警报响起，安娜将他们带到教堂躲避怪物。罗斯突然停下了脚步，只见教堂上方的标志和女儿漫画中一模一样。女警猛然发现，一大群人从迷雾中跑出来，纷纷躲进了教堂。疯女人拦住女警，告诉她不要相信这些骗子，否则一定会害死你们。罗斯质问疯女人，为什么女孩和小莎长得一模一样？疯女人只告诉他，女孩想要复仇。很快，周围便被黑暗笼罩。疯女人指向安娜，三角怪物突然出现在身后，安娜顿时一声惨叫，怪物拎着她走向教堂，当着大家的面将安娜瞬间撕碎。女警拉着罗斯赶忙逃进了教堂，人们纷纷指责罗斯是女巫，想要将他们赶出教堂。女警急忙开枪镇住了失控的人群，好在教主贝拉出面，才平息了这场纷争。贝拉带领教徒们跪在地上，开始了虔诚的祈祷。一道圣光出现，赶走了教堂的黑暗。画面来到罗斯丈夫这边，他一无所获，只能离开寂静岭。趁着深夜，丈夫冒着大雨，悄悄溜进了档案室，找到了关于寂静岭的资料，上面详细记录着小镇发生火灾的原因。卷宗里还夹着一张照片，照片上的女孩和小莎一模一样。由于小莎是夫妻俩收养的孩子，所以他第一时间来到孤儿院，询问修女关于小莎的身世。修女似乎并不愿意说出真相。就在这时，警长突然出现，他告诉罗斯丈夫，照片上的女孩名叫阿莱莎，已经死在了发生火灾的当晚，但她并不是死于火灾，而是被一群教徒折磨致死。画面回到教堂，罗斯询问贝拉女儿的下落，贝拉却说只有魔鬼知道你女儿在哪，想要找到她，你必须要去独自面对魔鬼。在孩子眼里，母亲就是上帝，所以罗斯会义无反顾地去救女儿。信徒们将她带到了一家医院，魔鬼的老巢就藏在地下151号。罗斯努力记住了魔鬼所在的位置，他拿着手电筒正准备进入电梯，贝拉却突然看到了罗斯女儿的照片。好在女警反应及时，她成功掩护罗斯进入了电梯。
电梯开始急速下降，前往黑暗的钢铁世界，而女警却遭到了一顿暴打，不幸被信徒们控制。罗斯来到地下，他凭借着记忆开始搜寻魔鬼所在的房间。在经过最后一段走廊时，罗斯瞬间愣在了原地。寂静岭中的这段剧情让无数影迷眼前一亮，捂脸护士们感应到光源，纷纷开始苏醒。他们齐刷刷转过身，朝着罗斯走来。罗斯被吓得愣在了原地，只见护士手中还拿着各种刀具，眼看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近，罗斯急忙关闭手电筒，护士们立刻停止了移动。他屏住呼吸，从护士们的身边穿过，并机智地用手电筒的光源成功吸引住了他们。罗斯急忙朝着151号房间奔去，在一道刺眼白光中，小女孩讲出了事情的真相。30年前，阿莱莎在学校里被嘲讽为女巫，她从小就没有父亲，大家都说她是魔鬼的孩子。阿莱莎不堪辱骂，躲进了学校的厕所，却遇到了一位变态清洁工。面对女儿被侵犯，无能的母亲却丝毫没有办法。就在这时，贝拉突然出现，她告诉女人必须要净化阿莱莎的身体和灵魂，实则贝拉是另有目的。母亲信以为真，将女儿交给了贝拉。她集结了大量的信徒，将阿莱莎绑在了火刑架上。没想到铁链突然断裂，不慎打翻了火炉，才酿成了当年那场火灾。信徒们纷纷逃窜，只有一名警察挺身而出，救下了奄奄一息的阿莱莎。他正是火灾中幸存的警长。重度烧伤的阿莱莎被送往地下医院抢救，内心的恐惧和痛苦逐渐化为了怨恨。女护士只是好奇看了他一眼，就被他记在了心里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他的怨恨日益加剧，分裂出了暗黑版的阿莱莎。黑暗莎的出现让他拥有了邪恶的力量，并创造出了寂静岭的3个不同世界。罗斯丈夫处在现实世界，而大雾弥漫和怪物横行的世界分别代表着表世界和里世界。听完黑暗莎的讲述，罗斯终于知道了事情的真相。只见151房间出现一张病床，上面躺着烧伤的阿莱莎，而那名女护士一直在这里照顾她。就在这时，黑暗莎出现在房间内。罗斯询问女儿的下落，黑暗莎却说那不是你的孩子，她是阿莱莎仅存的善良幻化出来的。当年正是黑暗莎将小莎送到了现实中的孤儿院，所以才被罗斯和丈夫收养。黑暗莎将罗斯引到这里，就是为了完成复仇计划。但贝拉和信徒们有教堂的庇护，黑暗莎无法直接进入，只能借助罗斯的身体。况且眼下教徒们已经抓住了小莎，她很快就会和阿莱莎一样被火刑架折磨。罗斯为了救回女儿，果断同意了黑暗莎的请求，让她附身在了自己的体内。镜头给到红衣护士，阿莱莎早已毁掉了她的眼睛。而此时的教堂内，女警被绑在了火刑架上，贝拉蛊惑信徒，女警等人都是女巫，烧死他们就能打败魔鬼。最终女警活生生被烤成了焦炭。下一个受刑的将是小莎。好在罗斯及时赶回了教堂，当他看到被烧焦的女警，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他向信徒们戳穿了贝拉的谎言，你们这群人早就死在了30年前的火灾中，当年的罪行将你们的灵魂困在了充满迷雾的世界，而烧死小莎并不能净化你们肮脏的灵魂。贝拉一直信奉堕落天使，他需要为邪神培养负面情绪的人，所以贝拉四处散播谣言，诬陷阿莱莎是魔鬼的孩子，才导致阿莱莎从小遭受欺凌。等时机成熟后，贝拉蛊惑信徒，将阿莱莎献祭给了邪神。眼看信徒们开始动摇，气急败坏的贝拉直接刺了罗斯一刀，罗斯应声倒地，血液滴在地面和教堂融为一体，体内的黑色血液让祭台开始慢慢融化，变成了黑暗的钢铁世界。黑色血液流完后，罗斯的伤口奇迹般复原。接下来，阿莱莎的复仇正式开始。无数铁丝托举着病床，将阿莱莎送进了教堂。信徒们被吓得四处逃窜，铁丝瞬间控制住了贝拉，将她缓缓举到了半空中。无数根铁丝瞬间穿过贝拉的身体，而那些信徒也无一幸免。完成复仇的黑暗莎开心地在血雨中跳舞。罗斯趁机从绞刑架救下了女儿，他捂住小莎的眼睛，静静等待着复仇的结束。可小莎却因为好奇睁开了双眼，黑暗莎的样貌吓得小莎直接晕了过去。复仇结束后，所有人都消失不见，教堂只剩下了疯女人。阿莱莎并没有伤害母亲，小莎用诡异的眼神看了一眼对方。随后，罗斯和女儿回到车上，原本打不着的车竟然可以正常启动。当车子经过断崖，路面也恢复了正常。罗斯急忙给丈夫打电话，可丈夫却只能听到留言。很快，罗斯将女儿带回到了家中，可奇怪的是，家里依然处在大雾弥漫的世界。现实世界的丈夫明显能感应到妻子的存在，可无论如何也看不到他们的身影。电影的结尾，小莎露出了耐人寻味的表情。其实她的身体早已被黑暗莎占据，之所以不让罗斯回到现实，是为了独享罗斯的母爱。自此，寂静岭第1部的剧情到此结束。